当年5月嘞到7月嘞，係台灣繡球花開花大嘅時節。繽紛又浪漫嘅繡球花，花開到大大扎，層層貼貼。廿幾年嘞，到社群導航，接着就會看到有人去到幾翕相。桃園八德有一個客家花農，培育嘅200種繡球花，研究喊佢係繡球花王子。佢唔但搶種，還研究育種。希望未來早日培育出更加多台灣特有品種嘅繡球花。記者宋怡我蔡依松嘅報道。見到繡球花開花嘅季節，社群平台上就會出現安尼一種又一種熱鬧嘅相片。也幾罕見，繡球花做得講係台灣一等時行嘅花。唔講唔怕乜唔啲，桃園有一對後生花農做得講係培育繡球花改變嘅人。是我們目前繡球花界的天花板，就這一顆，很多人都在找的。好，這個是萬花鏡，也叫做萬花筒。那它是重瓣球開的品種，盛開的時候它其實是雙色花，比較屬於就是玩家他們會爭先恐後想要去收集的品種這樣子。它的花型就是跟一般的繡球花比較不一樣，所以它在繡球花界裡面有一個美譽叫做繡球花的皇後。外地興起繡球花王子嘅吳成業係天二台花農，栽培200種嘅繡球花，賣到市面上嘅每有150種咁多，有全台灣最多嘅繡球花品種。我們會在盆栽上面去求新求變，會希望說，我跟傳統市場做出什麼樣的區隔變化，讓消費者呢一眼辨識出，就是我們家的品種，我們的品牌這樣子。看那個戲，幾日嚟嘅繡球花開到鬧，幾大片嘅花看到人心情幾等好，非常係改到好花嘅人去嘅買。佢安尼幾類嘅當獎啊，幾鬧啊，去年哦，幾場買嘛唔會少，最少有20盆吧。唔驚佢叫我種，會生啦，全部有生啊，但是冇開花。所以頭要開花，佢講較慢啦，老闆講會較慢啦，就是顏色很多彩，然後看起來有的是很小巧，有的像爆米花，所以看起來就是很療癒、很舒服。所以想我拿回家也可以擺在室內，或者擺在陽台都很好。買一顆，去年都落下一顆。挑花多的啦。一款花皮順係波浪形嘅水紅色改上型嘅繡球花，係吳成業今年推出嘅新品種。給它取一個很可愛的名字，叫澤裙女孩。哦，對，好可愛。對，就像百褶那種波浪邊那樣子，然後粉紅色的，所以它就是給它一個比較可愛的名字。這個種子實生啊，授粉其實蠻好玩，就是因為它的 DNA 重新排列組合過之後，它會產生許多不一樣的變化。繡球花喺歐美、日本、中國多。吳成業透過技術本好各lan嘅天使嘅花，實現台灣嘅天使景觀。而係團結爸爸強下育種，希望產出新品種，製作品種吃住看。我們目前主要是針對要抗熱、耐熱性要好，然後抗病性不能太差，然後再來是繡球花，很多花友說，種到隔年不會開花嘛，所以盡量去開發出說，隔年還可以持續復花的品種。比較容易讓消費者有信心，就是我們台灣也是希望說我們自己有自主品種權自主，我們不要盡量都是去依賴國外的品種這樣子。它還能夠在其中，篩選出適合台灣的一個性狀的表現哈，比如說耐熱性啊，對低溫的需求不一樣啊。可是如果說能夠強調那一些生理上面的特性的話，那民眾買回去，明年再開花的可能性就會提高，也會增進大家買花的意願，讓繡球花更推廣開來。一條細細嘅楊葉，如係將來新品種繡球花嘅希望。其實講起來，育種係一條改創嘅路。對高花現有在嗰度兩省上市接受消費市場嘅挑戰，天無愛15年，每米的花農都想過育種。那這個比例其實這一片裡面可能只能選不到100顆，搞不好也更少，不到50顆都有可能。那剩下的通通都是淘汰掉，都沒有用。
对，所以其实育种它的成本是非常的高的。育种的路很漫长的那我们你就是要慢慢做，一步一脚印的去做，一年一年周而复始的做。那做的话，除了说你的菌本的选拔或是建制，那最主要还是说运气很重要。父母都很优秀，小孩子要优秀，没有这回事。5月13日落成来做盆花栽培生涯，对小球花、松树花、圣诞枫都肉植物都有，年产量大概40万盆，可等客家精神提头研发的表出最好的成绩。巴德好像没什么花卉产业，好像花卉沙漠听到这一句话，我们真的是有客家人的这精神就是不认输，那就我们就是要拼下去，不管是说在生产的一些技术啊、设施设备啊，我们还是一样一一克服。没有，它就是很软，这个品种睡下去了就对，你不撒它又不行，起来。对，不会起来，就这样而已。万世秋体花草世界大嘅5成1，玫瑰後花花草草，唔單止培育嘅改道品種嘅小球花，辦過係聖誕楓盆花比賽，改碟得獎經驗，去年未拿到北太強龍嘅功用。當好啊，很做之後咧啊，去到經驗真是好嘅，佢厲害我冇感覺，因為行起來。他從小就在我們家花園長大的，就是不是在我們家花園，就是別人家花園。其實我們最主要是傳承一些失敗的經驗。我想失敗經驗比成功的經驗更重要，因為你成功還是屬於失敗層層堆疊所建立出來的。把我們漂亮的花把它送到花市上，然後搶購一空，甚至可能還會被追殺，這種感覺其實真的還蠻有成就感的。作為一個種花人，我係上晚看到愛種嘅花盆俾大家看到心情好。我們後來那一次人買的那個通路跟那個秘書，有水源追秀。有找到。有啊。那這個是對太老是把水剪掉，然後留這個新的。做熱嘅花農5成1個浪漫，而希望透過每盆花囤幸福、美好、傳播美的好花經驗。